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真所的阿秀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，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的是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韩国史上第一位获奖的作家韩江。而我们要拆解的就是他那篇非常深刻、非常动人的得奖演讲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奖项不只是韩江个人的荣耀，它其实也代表了整个韩国，甚至是亚洲文学在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而韩江这篇演讲，我觉得它根本不像得奖感言，它更像是一份极其诚实的内心地图，描绘了一位顶尖作家是如何用他的一生去追问、去承受那些最沉重，甚至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就一起跟着这份地图走进韩江的内心世界。好的，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也最根本的问题开始。韩江在演讲开头就分享了一个非常私人的小故事。他说有一次在整理旧东西的时候，他找到一本8岁时自己做的诗集，翻开来看，里面有一首很稚嫩的诗，劈头就问了这个大问题：爱在哪里？一个8岁小孩问的问题，对吧？听起来很天真，甚至有点可爱。但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很多人穷尽一生去探索的哲学大哉问，不就是源自于童年这种最纯粹、最直接的好奇心吗？对韩江来说，这个问题其实就像一颗种子，悄悄地埋下了他整个文学旅程的起点。那8岁的韩江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呢？他的答案是：爱是连结我们心与心的经线。哇，这个经线的意象真的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它不只是一个很美的比喻哦。这条看不见的连结彼此的线，后来就成为贯穿他所有作品的核心支柱。一开始，这条经线可能代表的是一种很纯粹、很美好的连结，就是小孩子眼中世界该有的样子。但随着他长大，开始写作，这条经线即将会被现实世界残酷的拉扯，被暴力所考验，甚至被历史的鲜血给浸染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这条线会怎么变化？好，当韩江长大成为一位小说家之后，他童年那个关于连结的美好信念，马上就遇到了现实世界最严峻的挑战。因为他开始写小说，而他笔下的世界从来都不是那种风花雪月，他选择去直面人性中最黑暗、最暴力，以及那些我们平常根本不敢看的伤口。于是，一个巨大的矛盾就出现了。那条连结人心的经线，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还存在吗？它是不是一扯就断了呢？这就成为他身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用整个创作生命去搏斗的核心议题。我们拿他最有名的小说之一《素食者》来当例子，这本书也让他拿下了布克国际奖。这本小说说穿了就是一连串不可能的问题的集合体。比方说，书里就在问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变得完全的纯洁无瑕，完全的无辜。为了拒绝暴力，我们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？小说的主角英惠，她原本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家庭主妇，但因为做了一个关于残酷杀戮的噩梦，她从此拒绝吃肉，想用这种方式来抵抗这个世界无所不在的暴力。但她的家人完全不能理解，甚至觉得她疯了。她就这样一步步退守，到最后，她甚至想让自己变成一棵植物。这其实就是在问一个很极端的问题：当一个人为了逃离身为加害者物种的人类身份，而选择放弃人性时，他最终会走向哪里？是更高等的纯洁，还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毁灭？你看，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的答案。重点来了，这句话可以说是理解韩江所有创作的关键钥匙。他写小说从来都不需要给我们一个轻松的标准答案，或是一个道德教训。正好相反，对他来说，写作是一种承受的过程。他把自己整个人丢进那些最痛苦、最矛盾的问题里头，用好几年的时间，用一本长篇小说的篇幅，去活在那个问题里面。他不需要解决问题，而是要用自己的身体跟灵魂去感受、去忍耐、去穿越那个问题本身。这是一种非常需要勇气的创作方式，对吧？他逼着自己，也逼着我们这些读者去看见那些最不舒服的真相，并且跟他们待在一起，而不是赶快把头转开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。如果说写小说是韩江思考的方式，
那么有一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形塑了他所有思考的源头，也是他内心最深的一道伤痕，那就是1980年发生在韩国的光州事件。这是一场由市民发起的民主化运动，却遭到当时的军政府血腥镇压，造成大量平民死亡。对韩江来说，这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页，更是他个人生命中一个无法愈合的巨大谜题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，1980年，他的家人刚搬离光州不久，屠杀就发生了。他那时候才9岁，对事件的理解可能还很模糊，但真正的冲击是在他12岁那年。他在家里书架深处无意间翻到一本被家人刻意藏起来的摄影集，里面全是光州事件最真实、最赤裸的照片。各位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一个12岁的小女孩在一个安静的下午，独自一人面对那些血淋淋的关于人性最极致残酷的影像，那个冲击会有多大？那个瞬间在她心中种下的不只是恐惧，更是一个巨大而且沉重的问号。这张投影片呈现的就是他心中那个无解谜题的核心。在那本摄影集里，他同时看到了2种极端的影像，2种都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在一边，他看到军人对市民的残酷屠杀，那些被子弹贯穿、面目全非的脸孔，让他忍不住想问：人类怎么能对自己的同类做出这么残忍的事？但翻到下一页，他又看到完全相反的画面。市民们在医院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，等着要为素不相识的伤者捐血。面对这种在极度危险下的无私跟高贵，他心中竟然升起了完全一样的问题：人类怎么能做出这么伟大的事？你看，这就是那个悖论，最极致的恶跟最极致的善，竟然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发生，而且引发了完全相同的困惑。人性最黑暗的深渊和最高贵的光辉，同时展现在他眼前，这成了一个他毕生都无法摆脱的谜题。这个谜题后来变成了他创作上的一道巨大的墙，一道绕不过去的墙。他发现，如果自己不先回头去处理光州这个历史创伤，不试着去穿越这个关于人性的终极矛盾，他就没有办法再写任何关于希望、关于光明、关于爱的东西。因为那些美好的词汇，在光州血淋淋的真相面前，都显得太廉价、太苍白了。在没有真正理解黑暗之前，任何对光明的书写都是不诚实的。所以他知道，他必须要写，必须用写作这个他唯一会的方式，去正面对决这个困扰他多年的谜题。于是，韩江花了许多年，开始着手研究，准备写一部关于光州的小说，也就是后来的《少年来了》。而在这个非常艰困的研究过程中，一个彻底颠覆他世界观的逆转发生了。这个转折点不只改变了他的小说走向，也重新定义了他身为作家的使命。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精彩的逆转。在他刚开始研究的时候，他心中抱着的问题，其实是他从20几岁开始就不断在问自己的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有可能拯救那些已经逝去的人吗？这是一个带着很浓的赎罪意味的问题，对吧？背后其实是一种幸存者的愧疚感。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，能不能做些什么去弥补过去的创伤，去告慰那些逝去的灵魂？这是一种由现在去拯救过去的尝试。就在他几乎要被庞大的史料和人性的邪恶给压垮，觉得自己再也写不下去的时候，他读到了一段文字。这是一位在光州事件中遇害的年轻教师，在他生命最后一页写下的日记。他写着：神啊，你为何赐予我如此刺痛我的良知？我想要活下去。这句话真的太震撼了。它展现的不是一个符号化、扁平的受害者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挣扎、有着对生命的强烈渴望，同时又被自己良知所折磨的一个活生生的人。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他不是在诅咒，而是在叩问自己的良知。读到这段日记的瞬间，韩江说，他感觉自己像是被闪电击中，一个全新的问题，或者说是原本那个问题的逆转形式浮现在他脑中。有没有可能是逝者在拯救生者？这就是整个演讲的最高潮，也是他思想的巨大突破。他突然明白了，不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有多高尚，要去拯救过去，
而是那些逝去的灵魂，用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尊严、他们的良知，反过来在拯救我们这些迷失在历史中的幸存者。他们用生命的终点，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画下了一道道德的底线。这个逆转的提问，让韩江找到了他作为作家的全新定位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写作的意义不是给出答案，也不是审判历史，而是在于连结。这也以一种他从未想过的方式，回应了他8岁时提出的那个关于爱、关于金线的问题。他意识到，身为一个小说家，他不可能改变任何已经发生的历史，不可能让死者复生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借出自己，借出他的身体，去感受那些受难者曾经感受过的冬夜的寒冷、子弹的疼痛；借出他的情感，去同理他们的恐惧、愤怒与爱；借出他的生命，用写作的漫长时光，成为那些被强行消音的故事的载体。在这一刻，作家成了一个媒介，一个让逝者得以在当下重新发生的管道。那具体要怎么做呢？韩江提出了他独特的连接写作法，他的方法是从最根本的身体出发。首先，他会彻底的使用自己的身体感官，把最细微的知觉，像是皮肤感受到的温度、心跳的频率、指尖的触感，全部写进小说里。接着，他会把这些感官体验转化成一种语言的电流。他把这些生动的感官体验注入到他的文字当中，让每个句子都带着生命的温度跟质感。最后，当我们这些读者在阅读这些文字时，这股电流就能够穿透纸页，传导到我们身上，形成一种深刻的、超越时空的连接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绕回来了。还记得开头那个8岁女孩说的连结心与心的金线吗？现在这条金线不再只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比喻，它透过韩江的写作，透过他对历史苦难的直面与承受，对记忆的挖掘，以及邀请读者共同参与的叙事行为，被真真实实的锻造出来了。这是一条历经烈火淬炼、坚韧无比的线，连接着生者与逝者，过去与现在。在演讲的最后，韩江用这句话总结了他的信念。他相信，无论是他笔下的人物，那些在历史中逝去的灵魂，还是正在阅读的我们，都能乘着这条连接心与心的金线，去到很远的地方，跨越生与死的界限，在彼此的生命中相遇。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柔但又充满力量的结论，不是吗？最后，这也留给我们一个可以深入思考的问题：如果艺术最重要的功能不是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答案或道德教训，而是创造连结，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，那么这会如何改变我们看待历史上那些最黑暗、最不堪的时刻？或许，当我们不再急着去寻找答案、去划分对错，而是学着去感受、去连结时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从历史中学到教训，也才能真正的拯救我们自己。好，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我们透过拆解韩江的诺贝尔奖演讲，看到了他如何从一个8岁孩子关于爱是金线的提问出发。这个纯真的概念，在他成为作家，直面人性的暴力与光州事件的历史创伤后，受到了最严酷的考验。而整个旅程最关键的转折点是，他将提问从我们生者能否拯救逝者，逆转为逝者能否拯救我们生者。这个动物让他找到了身为作家的终极使命，不是给出答案，而是透过身体感官的写作，锻造出那条连结过去与现在、作者与读者的金线，在我们与那些被遗忘的灵魂之间，创造出深刻的同理与连结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